摁这个是向下，这个是向上。除了在抖音，还有在 WPS 里面的时候，在我们去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摁住这个按键，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光标，我们可以用这个去画重点。以一个激光笔的形式去展示。对，然后要翻页的话，可以摁这个去翻页。这样的话，你就在讲文案的什么时候，你可以把它投屏到投影仪上面，然后你就可以用这支笔进行一个讲解和操作了。用 WPS 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比如说我用这个文档去做演示，对我写的话，写完以后呢，我这个这样就能翻页，就能翻页。然后我这样子摁住这个按键呢，我就能指哪里。当然，你这个摁一下也是属于单击的一个效果，摁它是属于单击的一个效果。对，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上下这样的去翻页，就是上翻页下翻页，然后光标。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流程。这个笔的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在笔记方面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现在退出空数模式，我就把它抬起来一下，然后再摁进去。然后我们打开小红书，比如说空数，按着这个转键，你就可以去做它做移动。对，一样这个光标的位置。我们先找一个图文哈。这样的，按着它不动。是用这个头条吧？按住它不动，然后移动这个，转动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分两个屏。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备忘录，比如说我们要做出行的时候，要做一些旅游场景的一些攻略。短按一下，就是移到上面。是吗？如果你要备注的话，你按两下前面这个。现在信号有点差。人太多了，人太多。对。它最适合的场景。其实我觉得这个笔带来的一个心理场景，就是比如说一些教育培训，或者说是一些。是可以做摘录了，比如说你选这个，你可以摁住这个按键。我先简单的做一个示范，比如你长摁这个按键之后，你把这个圈起来，你可以问小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稍等。我觉得可以问问小易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软件。过去我们都是需要在屏幕面前去操作，但是除此之外，你这样画的一个。像这个框内的，比如说你看了一些文献啊，或者是一些你想要记录的图片之类的，你可以让小易给你加入到知识库，然后你在知识库里就可以看到你所总结和你画出来的这样一些知识点或者是文献。对，加入知识库或者这是什么？那我就不需要手去操作。好了，我们可以去查看。对，我们可以在知识库里看到，我们通过刚刚那种方式添加进去的一些图片也好，一些文字也好。目前的话怎么样？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用 WPS 做演示嘛，现在的网络环境有一点差。来，我再摁住这个按键，然后我们把它画一圈。它好像一只哈利波特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找到这样一个 PPT，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圈选出来。选出来之后，可以问问小易。但是要登录。比如说是一些知识类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到了一朵花，或者是一个建筑，你不知道这个建筑是来自哪里，还有什么历史的故事，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给小易，然后去问问小易，让小易会给你找到一个你满意的一个答复。建议大家这个电子在的。那买到老黑色的也不要紧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也变化。这个键盘。这个键盘是这样子的，这个键盘的右侧是一个触控板的一个效果，然后如果我们要返回的话，我们可以用3根手指，跟电脑的触控板一样哦，就3根手指上滑到主界面，3根，对，但是不要摁得太大力，不要敲下去。然后我们这样抹到这里，如果我们要轻开这个应用的话，我们轻触就好了，点一下它就能打开。这个右边是类似于一个触控板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区域，但是左边的话就是不行，只有右边可以。所以它的触控板现在已经调整为这么大的。然后这个键盘并不是华为官方的，它是我们的
合作的一个品牌做的一个键盘，也可以体验一下。然后3指的话就是返回到主界面。